第3集終於到達威尼斯啦，同之前2個城市比較，一出火車站已經感覺到陣陣海風吹埋嚟，真係舒服到不得了啊！威尼斯係建築喺瀉湖上面嘅城市，由118座小島組成。公元8世紀開始就有大量人聚居啦。市內嘅交通係由呈現倒 S 型嘅大運河貫穿，所以出入多數都係要靠船或者步行。大運河駛出海口嘅聖馬可廣場係威尼斯嘅政治中心，廣場周圍亦都係最熱鬧嘅區域，金碧輝煌嘅宮殿、教堂嘅建築搖曳住海上浪漫嘅生活，加上有面臨沉沒消失嘅危機，所以造訪威尼斯嘅旅客始終都係絡繹不絕。其實大家知唔知道威尼斯嘅船夫係唔會同大家唱歌㗎，只有拍戲先會。如果你又想學人扮下浪漫，喺船上邊聽下歌，咁就成為80至到100歐元啦，就可以請個專業歌手上船同你唱歌。記住，船費係另計㗎。雖然係個半歐元，但係哇好大啊，咁大個！見到張台布唔係去賭場，去食早餐啫。遇到落雨，唯有坐船嚟呢個站，再坐專用巴士去邊，就係今集嘅小建議啦。唯有去近郊嘅歐力行下咯。呢個歐力各名牌同埋超名牌都有，而且環境都好舒服。不過回程巴士時間就只有下晝3點同埋7點，血拼就要好好把握時間啦。哇，平好多，平好多。Murano 係威尼斯嘅其中一個島，從火車站碼頭出發，大概20分鐘船程就會到達啦。島上面以玻璃工藝品最出名，所以啲人又稱佢為玻璃島。其實喺羅馬時期，威尼斯商人已經偷偷將玻璃製作手藝從東方帶入威尼斯。到咗13世紀，威尼斯幾乎壟斷咗整個歐洲嘅玻璃生產，於是當時嘅政府統一將玻璃工業全部遷移到嚟呢個島上邊做管理。當有人離開呢個島上邊，就有機會被認為係叛國行為。可見當時嘅政府都真係好重視呢個工業㗎。以為製作玻璃好容易，見到師傅抬出抬入，搓完又撳扁，撳扁完又再搓翻完，又抬翻入火爐入邊燒，真係少啲體力都唔掂啊！不過見到玻璃嘅製成品又真係幾靚嘅。依家島上邊有好多賣玻璃嘅鋪頭，其中只有部分係玻璃島出品，其他都係外國嘅進口貨，而且價錢上落都會好大，所以有興趣買嘅朋友就真係要行多幾間比較下先啦。Burano 又稱之為彩色島，呢個美麗嘅漁村曾被入選成為人生必去景點之一。距離玻璃島有45分鐘嘅船程。島上邊最大特色就係到處可以見到彩色嘅房屋。傳說話漁夫太太怕威尼斯起濃霧嘅時候，自己老公揾唔到自己間屋，所以就喺外牆上邊塗上唔同嘅顏色，等老公唔會揾錯屋，翻唔到屋企。不過傳說始終係加入咗浪漫嘅成分嘅，實際係當時中古世紀黑死病肆虐，被傳染咗嘅居民會以熟石灰搽喺外牆上邊作為消毒，而冇被傳染嘅居民就會將自己間屋搽上彩色，以資識別。雖然依家冇咗黑死病，但係居民為咗保存呢一個傳統，都會向政府申請資助，繼續粉飾外牆，保持美麗嘅色彩。所以當一走入島入邊，我哋就好似入到童話世界一樣啦。不知不覺講咗成集，硬係差啲嘢嘅。點解？就係點解呢首音樂咁耐都未出現㗎？
一集我哋將會走訪最後一個城市米蘭，另外加多個特別篇，究竟我哋去咗邊度，同埋又值唔值得大家去呢？最後一集見。